机动战士也要不坦协同。新时代的坦克装备登场，机动战士高达系机动装甲设定详解。机甲型号 YMAFX6BD 扎姆扎扎是由地球联合旗下的阿杜可夫重工开发的一款 MA。作为来自于欧亚联盟的新型军工企业，阿杜可夫重工要更加擅长开发重型装备，所以一参与地球联合的新型装备研发，就把研发方向放在了大型 MA 上。于是，在 CE73年，阿杜可夫重工便推出了第一款 MA 扎姆扎扎，其造型看起来就像只螃蟹一般，与人形的机动战士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虽然还只是试验性的装备，但一投入使用就展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很快就小批量生产进入军中服役。当第二次 Plant 和地球联合的战争爆发了以后，以扎姆扎扎为代表的新型 MA 开始活跃在战场前线，与扎夫特进行作战。凭借自身庞大身躯和超强性能，给予了对手扎夫特巨大压力，不再是过去 MA 在面对 MS 时给人弱势的固有印象。而扎姆扎扎能够给扎夫特造成巨大压迫感的原因，除了自身庞大身躯上装备了数量众多的强大武装之外，还装备了能够几乎防御一切攻击的 SX1021型捍卫先锋阳电子反射光束盾。该盾在启动了以后，就会在一定的范围内展开光束形成的防护罩，能够有效抵御光束和实弹在内的绝大多数攻击。即使是强如战术核弹威力的阳电子炮，扎姆扎扎直面进行防御也不会有多大压力。基本上有阳电子光束盾的存在，只要探测到对手正在扫描锁定的火控系统，就能够提前做出应对，展开防御，然后像雨伞一样来封住对手的攻击。这就迫使扎夫特必须抵近扎姆扎扎作战，才有可能突破阳电子光束盾的防御，造成伤害。但扎姆扎扎上还有各型强力武器装备，在近距离的范围内打败扎姆扎扎并不容易，其主要的攻击手段都集中在了向四周伸出的机械臂上。这其中最强力的武装要数机械臂末端的 M534型傅列卫相能量炮，该炮已经在多款机动战士上装备使用，有效攻击距离较近但威力大，能够摧毁在打击范围内的多个目标。而且扎姆扎扎可以调转机械臂，来让4个炮口的朝向都在一个方向上，从而进一步提升威力和打击范围。同时作为副炮的GAU111型加农炮，其炮口朝向除了覆盖扎姆扎扎顶部的射角之外，也可以跟傅列卫相能量炮一起攻击，这样总共8座武器的火力输出将会十分的可观。一次齐射输出的火力足够对要塞级的大型目标造成重大打击。而在机械臂上还带有4座75毫米口径的豪猪阵近防机炮，总共16座可同时开炮来形成强大的弹幕。由于本身已经有阳电子光束盾提供全方位的防护，近防机炮在防守端很少有需要使用的情况，一般在机甲发生能量不足时来代替使用。在近战能力方面，4个机械臂都内置有巨钳一样的 XM518型瓦西里耶夫超震动粉碎爪，该装备在启动了以后，会通过超震动的方式使自身外观变得非常通红，这个时候一旦被抓住就会产生融化效果，从而造成巨大破坏。在与脉冲高达的战斗中，就成功抓住了对方的右脚，然后迅速将其向海面抛去。在这个过程中，脉冲高达能量耗尽，在失去了 VPS 装甲的防护后，右腿直接被扯断。由此可见，扎姆扎扎的力量十分强大，普通机动战士很容易被扎姆扎扎撕碎。剩下的武装则在机身两侧，一共4门 MK79型低压炮，该炮属于实弹装备，但后坐力不大，不会对扎姆扎扎在飞行时造成影响，其作用是用于补充其他武装射界的死角，这样就构成了完整的火力圈，可在被敌方包围之后向4面发起反击。而在动力方面，扎姆扎扎的配置和布局与之前介绍的毁灭高达比较相似，在左右两侧设置有向下输出的推进器，来用于维持机甲在空中悬浮机动，同时前后也各设置了一个推进器，用于支持机甲进行前进或后退机动。剩下的就是在中间位置设有2台作为主要动力输出的矢量推进器，其特点就是喷口可以自由控制朝向，来支持机甲在飞行过程中做出不同姿态和机动能力，而且速度很快，使得即使战斗权重超过500吨的扎姆扎扎，机动性能并不会比空优型的机动战士逊色。到这里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全新一代 MA 扎姆扎扎已经具备了防护、攻击和机动3位一体的能力，这就使得扎姆扎扎如同坦克一样，可作为突击力量来撕开对方防线，并且还能像坦克与 MS 进行不坦协同作战，直接拉平扎夫特在 MS 上的单兵优势。
扎夫特即使派出顶尖的红衣驾驶员，也很难1对1在正面对抗扎姆扎扎。某种程度上，扎姆扎扎已经相当于一个小型要塞，完完全全超出了一架 MS 的性能上限，也因此驾驶扎姆扎扎仅凭一名驾驶员将很难发挥出性能优势。于是参照了坦克的成员配置，使用副式驾驶舱设置3名成员共同操作，按职能划分分别是机长、炮长和驾驶员，其中顶部座位为机长，其职能相当于坦克的车长，主要负责观察战场情况和作战指挥，而左侧位置为炮长，主要负责武器系统和阳电子光束盾的操作，剩下的位置则为驾驶员，其控制方式与埃格萨斯一样，都是通过操作杆来进行，不算很复杂。同时每个位置都设置了类似埃格萨斯的大显示屏，能够很直观地显示各方面信息，来方便3名成员之间相互配合工作。得益于扎姆扎扎体积足够庞大，整座驾驶舱看上去则显得比较宽敞，不像埃格萨斯显得那么拥挤狭窄。而比较明显不足的地方是，驾驶舱的入口比较狭窄，使得驾驶员进出扎姆扎扎并不太容易。还有就是入口设置在了机甲正面位置，存在容易遭到攻击的隐患。虽然舱门设置了双层装甲进行防护，但仍不足以让人感到放心。尽管扎姆扎扎初次登场就给扎夫特带来了巨大麻烦，但不至于坚不可摧。在没有针对性的装备去突破阳电子光束盾的情况下，只要吸引住扎姆扎扎的火力进行突击，就能够创造出击破扎姆扎扎的机会。如果此时没有友军 MS 进行协防的话，一旦被突发成功近身，那么扎姆扎扎将无法进行有效反制，进而被对方直接击破。在扎夫特熟悉了阳电子光束盾的特点以后，在之后的战斗中，使用针对性的装备和战术都可以突破阳电子光束盾的防御。尤其是在宇宙中，扎姆扎扎的底部没有被阳电子光束盾覆盖，很容易就被对方从底部进行突袭攻击而被击破，直接暴露出了扎姆扎扎在设计上的一些重大缺陷，包括在地面作战时，在使用阳电子光束盾进行防御的时候，需要先调整姿态来进行应对，这对在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当中不是很有利。所以开发商阿杜可夫重工在继扎姆扎扎之后，又推出了2款 MA， 其中一款 MA 是型号为 TSMB1B 的欧几里德，该型机甲的体积要比扎姆扎扎要小得多，在造型上与老式的 MA 莫比乌斯相似，其体型则要比莫比乌斯大。其中配备的装备有跟扎姆扎扎一样的阳电子光束炮，当阳电子光束盾启动的时候，欧几里德两侧的舱盖就会打开，然后就会在机甲正上方位置形成阳电子光束盾，用来防御敌方的各种攻击。但自身武装要比扎姆扎扎要弱，很容易在防御的过程中被对方突击近身击破，所以很需要友军的机动战士来协防提供保护。其武装仅配备2种，分别是安装在机甲前方的 M464 型杰格加廖夫高能大口径光束炮，和同在前方位置的2门 M551型气管52毫米加特林机炮，而用于近战的武装则没有配备，整体攻击能力比较单薄，很难对敌构成攻击威胁。其核心作用都集中在了阳电子光束盾上，所发挥的作用基本相当于移动大型盾牌，同时机动能力方面也不如扎姆扎扎。虽然配备的2组推进器也能支持欧几里德在地面上机动，但比扎姆扎扎缺少支持悬浮腾空的推进器，多数情况下会像地效飞行器那样进行超低空掠海航行，能否像扎姆扎扎那样长时间腾空飞行作战，目前仍不得而知。基于欧几里德这些特点，地球联合将生产出来的欧几里德作为移动炮台部署在基地和重要设施上使用，而另一款型号为 YMAGX7F 的盖尔兹格也是被地球联合放在基地进行防御作战使用。从机甲的外观看去，盖尔兹格的造型上是一只巨大的昆虫，但在头部位置却接了强袭短剑的上半身，使其看起来更像是神话里的半兽人一般，在战场上遇见会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当然能给敌人最大压力的关键在于盖尔兹格也装备了跟扎姆扎扎一样的阳电子光束盾，其中2座阳电子光束盾发生器就安装在了强袭短剑的肩膀上，这样阳电子光束盾启动了以后，就会在机甲的正前方展开防御。这一点与前面2款机甲存在不同，但在操作阳电子光束盾上与扎姆扎扎没什么区别，包括驾驶舱和成员配置都是一模一样，也是按驾驶、操作、指挥分成了这3个职责，然后由3名成员分别承担，以此来相互配合，共同运作盖尔兹格。连同驾驶舱的入口设置也是一样，都是在机甲的正前方这个位置，因此可以得出盖尔兹格并未全新开发或者有进行重大改进，而是根据作战需求进行调整的产物。这样盖尔兹格与扎姆扎扎最大的不同
就体现在了武装的配置上。整体而言，盖尔兹格的武装火力就降低了不少，像威力强悍的傅列卫象能量炮就没有安装。其调整后使用的武装，首先是在强袭短剑部分携带有2把 M7045F7 型光束枪，这把枪是在强袭短剑使用的光束步枪上改进而来，主要用来作为盖尔兹格的防卫武器使用，威力上则与同期的制式武器相当。然后强袭短剑的头部还保留了一门75毫米口径的豪竹阵近防击炮，该炮在与 MS 进行近战时可发挥牵制作用，用处与原来的强袭短剑上差别不大。然后在躯体的前置位置还各有一门 GMA628 型光束炮，用来加强盖尔兹格的火力输出能力，并且前置还带有钳子结构，可用于近战使用，但是没有扎姆扎扎的超震动功能来提升破坏力，所以盖尔兹格的近战能力要比扎姆扎扎逊色不少。这些武备很难在对阵扎夫特的高达时形成优势，一旦被突防近身，盖尔兹格将毫无还手之力，任由对方宰割，所以需要与 MS 进行协同作战，避免落单。剩下的武装就是安装在躯体尾部的125毫米口径双管MK61型滑膛炮，该炮带有炮塔，可进行旋转和调整射角，从而补全盖尔兹格后方视角的攻击能力。而在另一方面，盖尔兹格还能转化成飞行形态，在这个形态之下，躯体上的3对肢体就会折叠收起，同时关节和躯体底部的推进器开始启动，跟扎姆扎扎一样来支持盖尔兹格悬浮到空中，然后再通过翅膀和尾部的推进器进行机动飞行，这样盖尔兹格就能够以极快的速度进行转移，从而封住扎夫特进行的各种火力打击，迫使扎夫特派遣突击力量冒险深入对手防线，来拔掉装备有阳电子光束盾的作战单位。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随着扎夫特在战术上做出应对，并且投入了新型机动战士高达，由新兴军工企业阿杜可夫重工打造的新型 MA， 结果纷纷被扎夫特挑落马下，失去了战斗力。尽管在这一轮对抗当中已经落败，但新型 MA 带来的作战模式并未过时，至今为止依然是对抗扎夫特调整者驾驶员的最优解。